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今天我们来做馒头。先想一下，什么是好吃的馒头？是暄软还是有弹性，或者是那张撕开后薄薄的皮？那我们就从最基础的白馒头入手，用调节不同的水面比例的方法来探寻不同的口感。首先我们来和面，在每个水碗里都加入3克糖，分别加入100到175克不等量的水。水的用量相当于250克面粉的40%、50%、60%和70%。每个盆里都放了250克中筋面粉。250克面粉大约可以做4个2两上下的馒头。如果你希望多做一些，可以把所有的材料都加倍。再分别加入3克酵母，我用的是不用醒发的 Instant 酵母。如果你用的是 Rabbit 需要醒发的酵母，就把它放在糖水里，拌匀后干湿混合。把面絮捏成团，成团后可以直接揉面，但静置10分钟后再揉面就会比较轻松。现在开始揉面。水量和面粉的比例不同，面团的状态完全不一样。这是一个最湿的面团，非常粘手，面团不愿意跟着手走，只能留在盆里，用拳头来摁住它，这就是揣面。10分钟后变得很有弹性，然后盖起来。现在来揉第2个面团，这个面团的水量是面粉质量的60%。仅仅10%的水量变化，一下子揉起来轻松，手感也很好。10分钟后看一看，果然颜值也很高，同样把它盖起来。第3个面团水量是面粉质量的50%，这个面团要稍微硬一些，是需要用2个手来揉，用掌根把面团推出去，然后转90度，接着揉。虽然揉起来没有前面一个面团那么轻松，但是揉几下后面团就有了弹性，手感还是不错的。虽然手感不错，揉了10分钟，颜值还是没有改进。现在来揉水量最少的那个面团，通常手上沾一些水可以省力，又使面团光滑，而这个面团是出乎我想象的硬。绞尽脑汁，最后用上了我的大擀面杖。面团实在太硬，如果不是做视频，我想我不会来折磨自己。但是既然做了，我就想把它蒸出来，给大家都看看，用40%的水量做出来的馒头是什么样的。4个不同水量的面团都已经和好，趁这个机会，我们来研究一下，怎么样凭借眼力和手感来和合适的面。先来看一下水量达到70%的粘手面团。和面的时候不但黏，而且韧，手感特别重，是不是想起了类似馅饼的上海葱油饼，而且很像水量更多的春卷皮面团。所以如果水量达到70%或者以上的时候，最好用机器来揉。第2个是水量60%的美女面团，它的手感是黏黏的，却不粘手，有弹性，而且不硬。不用多说，就是感觉好极了。第3个面团水量是面粉的50%，正好一半，这也是前几个水和面团里用的最多也最好用的水面比例。但是在发酵面团里，酵母抢水喝，这个面团就显得干了。好在揉了几下，弹性出来就顺手了。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表面很粗糙，好像是坑坑洼洼的火星表面。第4个面团的手感不堪回首，只能说水资源缺乏，酵母、淀粉、蛋白质都很痛苦，面团长得特别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没有酵母，40%水量的水和面团做成手擀面蒸饺还是很棒的。总结一下，在水和面团里，50%的水量是一个舒适区，而在发酵面团里，酵母也要抢水喝，那60%的水量就是手感上的舒适区。但是舒适一定就是最好吗？那我们就接着来看看发酵和做馒头。
很明显，水分越多，酵母面团发得越快。2小时后，从水分最多的面团开始做馒头。面团软硬不同，做法也一样，但手感上仍旧是60%的美女面团胜出。先给面团排一下气，排气的目的一方面可以方便做馒头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再次产生的气体更加均匀。桌上撒一些干面粉，继续排气1分钟。这个面团是250克面粉加上150克水，面团400克，正好分成4个2两的馒头。很希望能够练就一刀准的眼力，称一下发现还需要添补。把面剂子稍稍定型，做成小圆饼。如果你一次做得多，可以拿一块布或者一个袋子装起来。再撒一些面粉，开始揉每一个小面团。一边揉一边把外层的面皮往里卷，揉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增加筋性，也为了分层。每个剂子你可以揉50下，也可以揉100下，我是揉了100下一圈，又揉了100下。揉面要省力，就是人要高，桌要矮。站好马步，用人和整个手臂的力量去揉它。当然，你还可以拿一个高一点的凳子坐着揉，像变戏法的人塞手帕一样，把外层的面皮拎起来往中间塞。这个动作比较省力，但是你可以重复的多一些。揉到最后的时候，用双手把它拢得高高的。不论你是站着还是坐着，都可以一边听音乐看电视，幸运的话你还可以拉着家人一起揉，一边聊天。做好之后，把它放半小时到1小时再蒸。放置的目的是为了让馒头再次醒发、膨胀、定型。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吃馒头外面的那层皮，那就不要盖盖，在空气中定型，硬硬的外壳就是那层皮。如果你喜欢暄软的馒头，不在乎皮，那可以直接放在笼屉里定型。终于4种馒头都做好了，水已经烧开，现在开始蒸馒头。上气后中大火蒸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你可以和我一样等待5到10分钟再开盖，目的是为了散气，不让馒头回缩。还有一个办法是一个有经验的网友建议的，蒸好后可以立刻开盖，在胖胖的馒头上拍打几下散气就可以了。4种水量的馒头都蒸好了，我们来尝一尝。最干的面团是个丑小鸭，完全不抱希望，也不建议大家做。打开后却是个小惊喜，虽然很干，但超有嚼劲，着实一个馒头版的泡馍。50%水分的馒头比较白，是个高脚馒头，还有点开花。打开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超级的弹性，孔很多，小而密。如果你喜欢扎实的口感，这是你的选择。这个馒头孔很密又超有弹性，做一个裹鸡蛋的馒头吐司，我觉得特别适合。第3个美女面团变成了美女馒头，它的弧度特别漂亮，打开就能感觉它的筋道，吃口有嚼劲，而且更软和一些。我想大多数人都会为这个馒头点赞。第4个馒头水最多，形状大而扁，有意思的是颜色还偏黄，打开就能感觉到超好的延展性，猛捏也没问题。很明显，这个馒头的孔要大很多，尝一尝，特别的松软，馒头不扎实，而且很有筋性。最棒的就是它的皮，惊讶地发现，竟然它是我最爱吃的馒头。做了那么多馒头，费了那么多劲，我想说的是，配方是死的，灵活掌握水和面的比例，才能找到自己最心仪的口感。和面的时候，如果没有量器，可以估计面粉的量1半稍微多一点的水分来和面，而且开始和面的时候宜湿不宜干。如果面团太湿太黏，可以逐次加一些干面粉，用手感来找到合适的比例。希望和大家一起进步，凭着眼力和手感就能揉出最合适的面团。揉面很辛苦，但是我还没有完，因为我还揉了4个同样的面团，在冰箱里放了1晚，目的是为了比较一下北方的炝面馒头是什么感觉。
所谓炝酵或者炝面，就是在发好的酵面中炝入干面粉。通常第一次发面水量大约是 60%， 就是我们之前揉过的美女面团。炝入的干面粉相当于第一次面粉的 30%到40%。有的人在炝面的时候还喜欢加很多糖，吃甜甜的味道。不论怎么炝面的过程都是任重道远，非常辛苦。终于面炝好了，做馒头的方法是一样的，一个差异就是面团已经很干，揉馒头的时候不加干粉也很顺手。炝面馒头已经蒸好，来和大酵馒头比较一下。炝面的最终水面比例大约是 40%到45%， 所以丑小鸭面团已经合格。但是经过1夜的慢发酵，卖相有了良好的转变。让人纳闷的是，原先 50% 和60% 水分的馒头，它的变化非常微小，几乎看不出来。相对变化比较明显的是，原先 70% 的面团，在炝面之后，它的品相和口感就像 50% 和60% 的馒头一样。炝入的面粉去哪里了呢？一直到我开始编辑视频才找到了原因。原来大酵面团比较黏，在揉面团的时候100下100下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迷你炝酵。这是一个让人欣喜的意外收获，相对又省力又有效。我称它为简易炝面法。谢谢大家的耐心，希望大家都能轻轻松松做出自己心仪的馒头。